一天忙到晚，好像做了挺多事儿，但回头一想呢，又觉得好像啥正经事儿都没干成，时间就嗖一下没了，就感觉自己吧像个陀螺一样原地打转，时间呢都不知道花哪儿去了。最近我们收到一份你分享过来的材料，视频文章，标题挺有意思，叫"别让这些事儿偷走你的时间，15个不值得的消耗，帮你把人生攥在自己手里"。它里面就列了15种说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些行为模式，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给吃掉了。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打算一起来深入的扒一扒这份材料。目标很清楚，就是看看这些时间小偷到底是谁，他们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看看怎么才能把这些宝贵的时间啊、精力啊给抢回来，用在真正值得的地方。我看这文章写的还挺实在的，例子和方法都挺接地气儿。对，这篇文章其实碰到了一个挺核心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它不是说让你把日程表排得满当当，对吧？关键在于选择，就是你选择把时间、精力投到什么地方去。它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要多关注那些能让我们成长、快乐或者觉得这事儿有意义这些事情上。文章里提了15种不值得的消耗，今天时间有限，咱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都细说，所以呢，我们就挑了几个感觉特别普遍也特别有代表性的，来跟你一块儿仔细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不知不觉的消耗咱们的。好，那咱们先说第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深有体会，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或者说过度寻求他人的认可。文章里举了个例子，叫小林，一个职场新人，说他为了快点融入，就特别努力的去迎合同事啊、领导啊，甚至有时候自己的想法、喜欢的东西都藏着掖着。比如大家说去吃辣，他明明不能吃，但也跟着说好啊好啊。这种费劲去换别人点头认可的行为，好像是挺常见的。但文章说这不值得，咱们聊聊为什么不值得呢？小林这个例子确实挺典型的。为什么说这种对别人认可的过度追求不值得？首先啊，咱们得明白一点，就是别人的那个认可标准，它是不稳定的，而且经常是很主观的。可能今天因为一件事儿，人家觉得你挺好。明天呢，可能同样的事儿，他又觉得你不行了。你想去抓住这种变来变去的东西，那不是白费劲儿吗？特别累心。有道理。别人的嘴随时会变调。对，然后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当你把让别人满意当成你做事的最高标准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放弃了你自己定义自己的权利了。你为了迎合别人，就得不停地改自己，藏起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真正想什么。时间长了，你可能演得挺像个好人了，但真实的那个你呢，丢了。这种感觉其实挺痛苦的，内心会撕裂。是啊，就算偶尔得到了认可，你心里可能也并不真开心。最后吧，咱算笔账，从投入产出来看，这事也划不来。你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心思去猜别人怎么想，就调整自己说话做事，但这种小心翼翼换来的，往往不是真正的尊重，反而可能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没啥原则，或者就是个老好人，谁都能捏一下，自我价值感也上不来。确实，这么一说，这种努力不仅累，效果可能还不好，甚至反作用。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谁都不在乎吧？那也太那个了。不是说完全不在乎，而是要把重心，就是那个重点拉回到自己身上来。文章给了几个挺实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建立内部积分牌，或者你叫它自我认可清单也行。每天啊，花个几分钟记一下自己今天做的还不错的地方，不用大事，小事也行。比如说，我今天很清楚地表达了不同意见，或者我拒绝了一个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守住了原则。这个能当你把评价的权利从外面收回到自己心里。自己给自己打分。对，第二个方法呢，借鉴了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客体分离。说白了，就是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事儿，什么是别人的事儿。别人怎么评价你，那是他的事，他的课题，你控制不了，你也不用为这个负责。而你选择做什么，怎么生活，这才是你的课题。你要是把这两件事给搞混了，那你就得背上很多不必要的包袱。明白了。就像小林，
他把工作做好是他的事儿，同事喜不喜欢他那是同事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个关键呢，是建立并且去遵守你自己的标准，就是你做决定、做事情之前，先问问自己，哎，这事儿对我重要吗？我真想这么干吗？而不是先想别人会怎么看。当你做事的动力是来自你内心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候，外面那些杂音自然就小多了。我懂了，这其实是说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自我，一个稳定的核心，这样自己的行为啊、情绪啊就不容易被外面的风吹草动给带偏了，把那个追着别人点赞的精力省下来建设自己的内心。说到这个内心的稳定感，这就很自然地连到下一个常见的消耗，就是为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过度担忧。文章里那个肖敏的例子也特别有代表性，家里人坐飞机，他就坐不住，脑子里全是各种万一。自己要去面试了，前一晚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各种焦虑。结果呢，往往是担心的事儿，要么就没发生，要么发生了也没想象的那么糟。这种老在脑子里预演灾难，为少也被列为不值得呢？这种担忧啊，它之所以不值得，首先是因为它没用。就是说，你担心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挡不住坏事发生，对吧？航班会不会准点？面试官会不会看上你？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看外部因素和你已经做的准备，跟你现在有多焦虑关系不大。焦虑啊，更像是一种精神内耗，它就在那儿空转，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呢，它不产生任何实际的推动力。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可不是嘛？其次，这种担忧还会偷走你的现在。你想想，当你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恐惧时，你哪还有心思去体验或者利用好当下呢？像小敏，她本来可以在家人坐飞机的时候自己享受会儿清静，或者面试前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但这些宝贵的时间全被焦虑给吞了。对，而且可能越焦虑，状态越差，反而真影响结果了。错，这就恶性循环了。而且啊，有个挺有意思的心理学发现，好多研究都指向一个差不多的结论，就是我们平时担心的那些事儿里头啊，绝大部分，有研究说可能高达90%，最后都不会发生。剩下的一小部分真发生的问题，也往往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或者是我们其实有能力应付的。这就说明我们大部分的担忧，本质上是情绪上的白费劲儿。听起来担忧就像是为一笔还没发生的债务付利息，太亏了。那我们怎么跳出这个圈呢？总不能对啥风险都闭着眼吧？对，关键不是闭着眼，而是要区分和行动。文章推荐了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咱们可以叫它掌控圈法则。第一步就是你得先在心里画条线，哪些事儿是能控制的，哪些是你控制不了的。比如说，家人坐飞机，你能控制的是什么？提醒他们带好证件，早点去机场，说好落地联系。你控制不了的是什么？天气，航班会不会延误，飞机本身安不安全。你的精力就应该放在你能控制的那个圈里头。把力气用在能使上劲儿的地方。对。第二步，对于那些你确实担心，而且有可能发生的坏结果，你可以做个最坏结果分析。问问自己，要是最坏的情况真发生了，能咋样？我能不能承受？有没有啥备用方案？比如面试失败了，最坏结果就是没拿到这份工作呗，但这通常能承受吧？你可以继续找别的机会。当你把最坏的结果看清楚了，并且知道自己能扛住，那个焦虑感往往会一下子降下来不少。把恐惧具体化，反而没那么可怕了。是这个道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用具体的行动来代替空转的焦虑。你担心路上堵车，那就提前查好路线，早点出门。你担心上台演讲会忘词儿，那就多练几遍，准备个小纸条。行动能带来掌控感，也能有效地把你的脑子站住，不给焦虑留那么多疯长的空间。这个掌控圈法则确实很有启发。与其对着控制不了的暴风雨干着急，不如把自己的船修结实点，或者准备好救生衣，把焦虑变成有用的行动，这确实是更积极的办法。那么，咱们来看第三种消耗，跟别人比较。
哎呀，这个在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简直是无处不在。文章里描述的场景太真实了，刷个朋友圈，看到谁谁谁又升职加薪了；看个短视频，同龄人都有房有车了；或者同学聚会，听人家说家庭多幸福。这些信息啊，特别容易就触发我们心里的那个比较快感儿，然后就开始焦虑，觉得自己不行，甚至有点嫉妒。文章说，这种比较往往让我们不开心，原因啥呢？这种比较啊，它之所以经常带来坏情绪，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咱们拿来比较的那个信息源，往往是处理过的，是片面的。你看社交媒体上晒出来的，那通常都是人家生活里最好看、最光鲜的那个预告片，对吧？而不是那个包含的挣扎、困难，甚至无聊的纪录片全集。对，都是美颜的生活。没错，你看到的是别人精心调出包装好的高光时刻，可你看不到人家为了这个付出了什么，或者经历了哪些低谷。拿自己的全部去比别人故意展示的那一小部分，这本身就不公平。起点就不一样。对，其次呢，比较这事儿，他忽略了每个人的独特性和人生杰作。你想啊，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天赋、机会，处在什么阶段，看重什么，甚至对什么生活是钱，对成功这两个字的定义，那都差远了。这就像拿苹果跟橙子比哪个更甜，或者拿爬山的速度跟游泳的速度比谁快，这比较的基础就是拧巴的。你可能在自己的跑道上跑得挺稳，但一扭头看见别人在另一条道上冲刺，你就觉得自己落后了，其实是被带跑偏了。打乱了自己的节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比较会偷走你当下的幸福感。可能你本来对自己的日子还挺满意的，工作稳定，有个小弯儿，挺温馨，有点自己的小爱好。但一旦开始比别人家那个参照物一出现，你就觉得自个儿这点东西黯淡无光了。原来的满足感就被焦虑啊、不甘心啊给代替了。这种相对被剥夺感是幸福的大敌。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拥有的少而不开心，而是因为看到别人拥有的好像更多或者更好，心里就失落了。那怎么才能从这个比较的坑里爬出来呢？文章给的核心建议啊，就是把比较的那个参照物从外面转到里面，转到过去。第一个方法就是用纵向比较来代替横向比较。什么意思呢？就是多跟过去的自己比，看看你这一年、这一个月，甚至这一周，在知识啊、技能啊、收入啊、心态啊这些方面有没有进步。关注自己成长的那个轨迹，你能得到更真实、更持久的动力和成就感。跟自己赛跑。对，第二个方法呢，是把注意力拉回到你自己的目标上，而不是老盯着别人到哪儿了。你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和节奏，那就按自己的步调来。别人的成功可以看看，受点启发或者参考一下，但不应该变成让你焦虑、捣乱自己计划的原因。你有清晰的目标感，就能更好地抵抗外面的干扰。专注自己的路。第三个方法是练习看到并且珍惜你已经拥有的。我们很容易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然后就忽略了其实已经拥有的财富。比如健康的身体，能自由地做选择，有家人朋友的关心，有学习的机会等等。有意识地培养一点感恩的心态，多留意生活里那些普普通通但挺美好的小事儿，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要富有多了。这个视角转换太重要了。与其老在别人的风景里抬头看，不如用心打理好自己的小花园。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不用因为别人先开了就着急。专注自己的成长和拥有，这确实是通往内心平静的关键一步。好，那咱们接着看第4个时间消耗点，跟能量吸血鬼待在一起。这个词儿啊，真是，太形象了。文章里举了个例子，说有个同事叫阿强，整天抱怨工作呀、生活呀、运气不好呀，跟他待久了，自己也容易变得特别消极。这种老是往外散发负能量、消耗别人精力的人，为啥要特别小心呢？这个能量吸血鬼啊，之所以要警惕，是因为他们对咱们的时间和心理健康的消耗虽然是慢性的，但影响挺大的。首先，他们会直接吸走你的正能量。你想，老是待在那种抱怨、指责、悲观的环境里，你很难不被传染。
他们就像一个情绪的黑洞，会让你也开始变得消极，怀疑自己，甚至对生活都没啥热情了。近墨者黑的感觉。可不是嘛。其次呢，跟他们打交道特别浪费时间，你得花好多时间去听他们抱怨吧，而且那些抱怨经常是翻来覆去解决不了的，你可能还得安慰他们，开导他们，甚至想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些投入啊，效果不大，还占了你本来可以用来学习、工作，或者跟那些能给你正能量的人待在一起的宝贵时间。时间成本很高。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就是他们可能会阻碍你的成长和选择。他们的那些负面评价呀、打击呀，可能会让你对自己本来有的想法和计划开始动摇。比如你想试试新东西，他们可能会泼冷水，哎呀，那个太难了，肯定不行。结果你可能还没开始就放弃了，时间长了，这会限制你的潜力和机会。那我们怎么识别这些人，然后怎么应对呢？总不能一竿子打死，跟所有爱抱怨的人都绝交吧？识别他们呢，确实有几个共同特点，比如说习惯性的抱怨，看事情老是看到不好的一面，喜欢评价、否定别人，打击人家的热情和自信，还经常扮演受害者，把问题都怪到外面去，很少反思自己。当然了，谁都有情绪低落、偶尔抱怨的时候，这是正常的。咱们说的是那种长期的、习惯性的表现出这些特征的人。要区分偶尔和长期。对，应对的核心原则就是设立边界和保护自己。首先，要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包括物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如果是同事，那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交流和闲聊。如果是朋友或者亲戚，可以适当控制一下见面的频率和每次待多久。距离是个有效的保护层。保持安全距离。其次，当他们开始散发负能量的时候，要学会不被卷进去，别想着去拯救他们或者改变他们，这通常是白费力气。你可以简单回应一下，表示理解，但不用非得认同，然后尽快把话题转开，或者找个借口结束对话。守住你自己的情绪边界，别让他们的负能量流到你这儿来。对，别被带跑偏了。最后，也是特别关键的一点，要主动去靠近正能量的人，多花点时间跟那些积极、乐观、有想法、懂得欣赏和鼓励别人的人在一起。这些人就像小太阳，能给你带来温暖和营养，帮你保持积极的心态，有往前走的动力。这个比喻好，就像选房子要选朝南的，阳光充足，空气好。时间和精力这么宝贵，确实应该优先给那些能滋养我们，而不是消耗我们的人和事儿。好，最后咱们来聊聊第5个，这个也是现在极其普遍的一个消耗，就是频繁的、没有节制的刷手机。文章里那个小伟，简直就是很多人的缩影。吃饭刷，走路刷，工作中谐个气也刷，甚至上厕所都拿着。每天算下来好几个小时就没了。看上去好像是在利用碎片时间了解信息，但文章认为这恰恰是个巨大的时间陷阱。是的，这几乎是咱们现代人的标配毛病了。为啥说它不值得呢？首先，我们刷到的信息里啊，绝大部分是低价值的，甚至是负价值的。你想想社交媒体上那些点赞、评论、碎片化的新闻、娱乐八卦，还有算法给你推的那些短视频，这些内容大多数是为了抓住你的眼球，让你在上面花时间而设计的。对于提升你的认识水平、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实现你个人目标，帮助其实非常有限。时间就在手指划拉中流走了，脑子被动地塞满了东西，但很少有真正的收获。信息很多，营养很少。对，其次，频繁刷手机会严重地破坏你的专注力。咱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每从工作里抬起头看一眼手机，然后再回去工作，都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回切换。这种不断的打断会让深度思考和高效工作变得特别难。而且跟人说话的时候刷手机，那更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挺伤感情的。这一点确实。还有健康问题吧？没错，它还藏着不少健康风险。老盯着屏幕对眼睛不好，
睡前刷手机，那个蓝光会影响褪黑素，搞得你睡不好。走路或者开车的时候分心看手机，那就更危险了，直接威胁人身安全。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加起来，代价其实挺大的。这个现象太普遍了，我们好像都习惯了，默认了。那文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完全不用手机也不现实啊。对，关键在于有意识的去管理，而不是说完全戒掉。文章给了几个挺实用的策略，一个是试试设定无手机时段，或者固定使用时间。比如说，规定自己工作的时候，手机静音，放远点，看不见，或者只在早上、中午、晚上某几个固定时间段集中处理信息和娱乐，其他时候尽量不碰。有点仪式感和规则感，能帮你管住自己。划定禁区。二是主动去清理和简化手机里的应用，好好看看手机里哪些 App 是真正的时间黑洞，哪些社交平台呀、游戏啊，让你陷在里面但没啥收获，可以考虑把它们卸了，或者至少把它们的推送通知关掉，从源头上减少干扰。是的，培养一些替代性的习惯，就是找一些能代替你下意识刷手机的更有好处的活动。比如排队或者坐车的时候，可以听听有声书，或者咱们这种探讨。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跟旁边人聊聊天。工作累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看看远处，或者做个短暂的冥想。睡觉前呢，看看书，听听轻音乐，代替刷手机。用好的行为去填补那些容易被手机占掉的空白。这些方法听起来都不错，挺实际的。核心还是要夺回对我们注意力的控制权，对吧？不能让算法和那些没啥营养的信息流主宰了咱们的时间和生活。毕竟真实的生活可比屏幕里那个世界丰富多了。好的，咱们今天深入聊了文章里提到的5个特别典型的时间消耗点，像过度寻求认可、为控制不了的事儿瞎担心、老跟人比、跟负能量的人耗着，还有就是没节制的刷手机。当然了，文章里还提到了其他10个呢，比如说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老想着过去的错误不放，在那种付出回报不对等的关系里头耗着，凡事想太多，犹豫不决，追求完美到强迫症的程度，对所有请求都说行，卷到八卦是非里，牺牲健康幸福去换钱，还有就是老是等着所谓的最好时机才行动等等。这些其实都挺值得我们自己对着照照镜子反思一下的。是的，其实你看啊，贯穿所有这些不值得的消耗，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给引开了。而我们今天聊这些，就是希望能帮你更敏锐地发现这些模式，并且意识到所谓的时间管理，说到底是一种关于价值排序和主动选择的时间。选择把时间花在哪儿？对，那什么是值得的事儿呢？这个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每人一样，但通常啊，是指向那些能让你积累内在价值的，比如学习、成长，能滋养你重要关系的，比如陪家人、跟朋友好好处，能让你追求个人热情的，比如投入爱好、实现个小目标啥的。还有就是那些让你觉得内心挺充实、这事儿有意义的活动。关键是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答案。说的特别好，希望咱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啊，能给你提供一个机会，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许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试着做个更清醒的时间管理者，练习着对那些消耗你的事儿说不，然后呢，为你觉得真正能滋养你的那些事情腾出空间来，放下那些让你内耗的人和事儿，靠近那些能让你发光的人和事儿。别老在别人的剧本里焦虑了，开始好好写你自己的精彩故事。请一定记住，你的时间，你的人生，最终啊，应该是由你自己来定义和掌控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留给你一个问题，让你可以在接下来自己琢磨琢磨。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挺常见的时间小偷之外，你仔细看看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一些更隐蔽的、更独特的、属于你个人模式的那种正在悄悄消耗你宝贵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或者习惯呢？它们是什么样子的？你又能怎么样有意识地去应对它们呢？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期待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能真的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实际的改变。